大家好，7月6号，OpenAI 在他们的官网上以及 Twitter 上发布了一则招聘信息。这个招聘信息量巨大啊，我给大家简单看一下。那么这是它招聘信息的内容，我简单给大家翻一下重点。超级人工智能将是人类发展的最具影响力的技术，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世界上许多最重要的问题。但超级智能的巨大力量也可能非常危险，并可能导致人类丧失权利，甚至导致人类灭绝。哇，这说的很严重啊！现在看来还很遥远，但我们相信这可能在10年内实现。我们需要新的技术来突破、来引导和控制比我们聪明的多的人工智能系统。我们新的超级对齐团队目标是在4年内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将迄今为止获得的计算资源的20%专门用于解决这个问题，请加入我们。那我们看到啊，这一则招聘信息或者叫公开信，它主要其实强调的是对齐的问题，他们要组建一个超级对齐的团队。那我们首先来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对齐呢？那人工智能啊，像 ChatGPT 这样的人工智能封装了世界上大部分知识，或者将来会封装全部的知识。那如何让这个超级大脑它的工作目的会符合我们人类的意图，或者说它的价值观会跟我们人类的价值观保持一致，那我们就需要去做一个工作，相当于去调教这个 AI， 让它跟我们的目标保持一致。那么这个工作我们就称它为对齐。那我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就比如说我们养狗，那狗的鼻子比我们人类要灵敏的很多。那我们人类呢就会训练狗去搜索一些违禁品啦、爆破品啦。那么这个举动就相当于将狗的这个特殊的能力跟我们人类的目标去进行了一个对齐。再给我们养那个宠物狗，狗的领地意识非常强，非常活泼。如果你不加训练的话，那么经常它就会冲一些人乱叫，甚至是去攻击人类啊。有的狗还经常在各个地方撒尿啊，标记领地。那么这里我们就需要去训练狗，你见人不要乱叫，不要随地大小便，标注领地。这相当于什么？这相当于把狗的习惯、行为跟我们人类的道德水平以及一些价值观去进行对齐。那么人工智能它显然会比人类聪明的多得多得多，它而且会越来越聪明，因为它会封装越来越多的知识。那么现在有些人也在怀疑它到底有没有意识，或者说它将来会不会出现意识。如果我们不能将人类的价值观跟意图跟人工智能去进行一个非常好的对齐的话，那么人工智能将来可能就会发展成一个非常危险的东西，因为我们是没有能力去跟它进行对抗的。说到这里，可能很多人会觉得你这个顾虑可能有点多了，有点危言耸听了。人工智能并没有想象当中发展的那么顺利，或者它的功能也不如你想象当中那么强大。我是这样认为的啊，如果你没有深入的去使用过 ChatGPT， 你只使用过几个套壳的产品啊，可能还套的不太明白，你就不要轻易的下结论。你没有用过ChatGPT 前2天发布的代码编辑器的功能，哇，这个功能非常强大，又进一步极高的提高了人们的这个工作效率啊，而且它一定程度上很好的解决了我们所说的 AI 幻觉，就是AI 胡说八道的这个情况，就是说它的进步速度是远超你的想象的，就是它能实现的功能其实远超你的想象。所以说对 AI 进行对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啊。这个关于实现意图、达到目的这方面的对齐，我们没有什么太多可以讨论的地方。但是我们说到这里，关于一个价值观对齐的问题，那么价值观本身人跟人的价值观就不一样，各个国家每个国家它由于它的历史文化习惯不同，它的价值观本身就不相同。那你究竟是要对齐谁的价值观呀？比如说我今天看到了一个新闻啊，但是我没有去求证它具体的这个出处，好像是法国的一个大学，
毕业生在写论文的时候，一个中国的毕业生写了一篇论文，题目叫做“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啊，这显然很中国啊。一看这个小时候这个基础知识就很扎实啊。但是法国的教授给了这篇论文0分。哎，我当时就在想啊，这个法国这个教授很有水平啊。那法国人民原来早就了解到吃苦跟你成为人上人没有关系吗？因为我自己就一直认为啊，人都是3分努力，然后7分靠天赋，剩下90分主要靠运气啊，正好100分制嘛。那么说法国人难道早就看得这么通透了吗？结果却不是这样的。法国教授给出的答案是：你为什么非要成为人上人？他认为一个人去追求成为人上人，在他们的体系里面，这个价值观是不正确的。哇，我听到这个，哎呀，我感觉肃然起敬啊！我其实一定程度也很认同他这个想法，但是可能在我们这个社会当中，有这种想法的人，你很羞于去表现出来。说出来以后，别人会觉得你这个人可能不太务实啊，不太怎么样。所以说，我想表达的这就是2个国家本身它价值观就不同。那你现在要去对齐这个 AI 的价值观，你究竟你需要怎么对齐啊？你就对齐你们的价值观吗？那出现的结果，那我们就必须得有自己的 AI 了，那有自己的用自己的价值观去对齐了。那么说到这里，我们这方面不展开说，我们主要说一下 OpenAI 的 ChatGPT， 就是它的 GPT 这个是如何实现对齐的。目前，我们根据一些公开的信息，可以看到 OpenAI 主要采用的是人工监督的方式，类似我们训练狗一样。这个狗你让它坐下，哎，它很听话的坐下了，那我们就奖励它一个糖果，就相当于给他了一个正面的反馈。那么如果你让他坐下，他蹲下了，或者是他躺下了，那么我们就告诉他你这个是不对的，可以大声的训斥他啦，或者给他一个负面的反馈。那么 OpenAI 目前对于 GPT 的对齐，就是采用的很多人不断的去向这个大模型去提问，获得反馈，然后去校正它，这种叫人工监督对齐。那我们来看它这个公开信，它接下来它所提的这个超级对齐，究竟是什么样的？它计划如何去实现这个对齐的工作？OpenAI 这份公开信是这样描述的：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大致达到人类水平的自动对齐研究人员，然后我们可以使用大量计算来扩展我们的工具，并迭代的调整超级智能。那我们听到这里，它大概的意思就是他们也需要开发一个大语言模型，这个大语言模型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对齐。那么他们的目标就是让这个语言模型通过训练达到一个正常人的标准，然后再通过算力的不断叠加提升它的效率，获得一些反馈，让它逐渐的迭代，越来越先进啊。它基本的方式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公开信的后面还介绍了一下它具体要实现这个目标，它大概的方法、步骤，这个它都说的很清楚的啊，包括一些薪资待遇啊，这我们最关心的，想了解了解这些顶尖的 AI 团队究竟挣多少钱。那这个我们在稍后我跟大家再说。我目前看完这个公开信以后，主要今天这个节目想表达几个问题，或者是提出几个质疑，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第一条就是对齐工作，难道不是应该有一个专门的监管机构去做这个事儿吗？或者说是参与这个事儿，跟他合作去做这个事儿吗？我目前通过这个 OpenAI 的公开信表来看的话，他并没有这方面的表达，完全是他自己来做这个对齐的工作。那么这不就相当于一个人又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吗？那本身 OpenAI 这个大语言模型
它不是开源的，外界的人就不知道它是如何去运作的。你现在这个对齐，价值观如何对齐，目的怎么对齐，也是他们自己做的，这里面就有很大的疑问。但是我也认真的想了一下，可能有几方面的原因。一，可能目前毕竟 OpenAI 绝对是人工智能这方面头部的企业啊，尤其某些方面它甚至是遥遥领先的啊！你不要听别的企业在那吹啊，他们好多差距是非常大的。那么所以说，你对齐这个工作，那么肯定对于企业来说，它无法产生直接的价值。所以你让别的企业，它大模型自己的 GPT 还研发的不顺利呢，它直接上来就做这个对齐的工作，显然是不顺利的。那么为什么政府和一些监管机构它不介入呢？我觉得他们可能还不是非常了解人工智能目前发展的这个阶段，因为 OpenAI 毕竟是第一线的团队，他们其实真正了解目前人工智能出现的一些问题，或者他们有很大的顾虑。像这些政府机构啊或者监管机构，他们可能知道对齐这个工作很重要，但他们可能不知道需要这么紧迫。我觉得这个是我帮 OpenAI 去进行一个解释吧，但是你这个还是那个问题，你自己又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这个肯定是一个问题吧。那么第二点，是如果大家经常关注 OpenAI 这些人的信息的话，你可能知道 OpenAI 的创始人山姆·奥特曼，基本上已经走遍全世界了。他搞了一个类似全世界的一个，我们说巡演吧，就是那我们看他的所有的采访，基本上大部分我都看过啊，只要是网上可以搜到的。其实并不像我们想的，他是去讲这个 AI 有多么先进，能帮人类解决什么问题，好像大部分人不太关心这个问题，反而去更关心这个 AI 将来究竟会不会给人类造成危险，或者它有哪些不可控的因素。那么我在想，是不是 OpenAI 它在这个AI 这个安全性上受到的质疑跟压力，可能要远超我们的想象，或者是它内部经过一些工作，发现这个东西确实有很大的隐患，所以不自觉的经常要老去提这个问题呢。这也是就让人产生疑虑的一个地方。那么第三点，我们看这个 OpenAI 这个公开信里面 ，OpenAI 强调计划广泛分享这一努力的成果，并将促进非 OpenAI 模型的一致性和安全性视为我们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他这个意思就是说，他现在要做这个对齐的这个超级对齐的这个工作，不但是要解决他们 OpenAI 的问题，而且还要去帮助别的类似的人工智能公司去进行对齐。那这里也会产生疑问了啊，可能我是一直在国内生活，可能我们的价值观里面就经常对某些事物保持高度怀疑啊，总要把一些人或者事情阴谋化，但这就是我们跟西方价值观的不同啊，我们总觉得他好像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是不是还要通过这个对齐去进一步的巩固他的地位啊？是有个这方面的问题。那么第四点也是在他的公开信里面提到的，超级智能对齐是我们这个时代尚未解决的最重要的技术问题之一，我们需要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你在机器学习方面取得了成功，但之前没有进行过对齐工作，那么现在是你进行转换的时候了。我们相信这是一个易于处理的机器学习问题，你可以做出巨大的贡献。我觉得这一条信息其实透露出来了很大的信息量啊。首先，通过这条信息，你可以了解到这个对齐工作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有前途的工作，而且从他这个招聘信息上提出的，好像并没有专门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或者这方面工作的人特别少。我倒是听说 ChatGPT 出来以后，
美国好像是哈佛也不知道是斯坦福开设了这个 AI 对齐人工智能对齐这个大学的专业，但是我觉得国内不知道有没有啊，就是我觉得首先这个专业应该是非常有前途的，我觉得对齐这个专业啊，这个技能啊，要比咱们现在网上好多人吹捧那个什么 prompt 工程师有前途太多了。你仔细去研究，你多使用这个市面上所有的人工智能啊，我觉得那个所谓那个 prompt 培训呢，哎呀，有点扯淡。你培训点那些什么关键词啊，怎么跟计算机问？其实我觉得你 prompt 说的好不好，就是你个人表达逻辑的问题。如果你能将一个问题表达的很清楚，以 ChatGPT 这样的人工智能，它是完全能够理解的。那么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它里面可能有一些专业术语，比如说你使用 Midjourney 的时候，啊，有些人那个非常高级的 prompt 啊，后面还要强调啊，你给我使用这个索尼某某某型号，这个照相机用什么赛博朋克风，然后什么角度去拍摄，这个我觉得就是摄影这个行业或者绘画这个行业的专业知识，跟那个 prompt 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啊。而且我觉得人工智能在逐步的进步，它对人类语言理解的能力也越来越深。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去学 prompt 工程师，我觉得我个人认为啊，可能是非常容易被淘汰的角色，因为你的进步肯定远远赶不上人工智能的进步。人工智能将来肯定是个普惠型的，傻子也会用的东西。如果人工智能将来必须得是 prompt 的工程师才能操作的，我觉得这个有点扯了，这根本就不是人家发展的方向。所以说，你如果想更好的使用 prompt，最重要的是提高你个人的逻辑性，你表达东西问题要清晰，有步骤啊，什么循序渐进，这些能力很重要。那么说到这里啊，我跟大家强调了，有机会可以，比如说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啊，你现在找不上工作，如果你对这方面非常有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对齐这个方面去研究一下，我认为它是非常好的。而且它这个对齐，它这个招聘这个信息，我看了一下，它这个岗位对齐招的全都是学计算机的人，都是这个学计算机语言的人。你对齐不是应该有很多伦理学家啦、心理学家啦，就研究这个道德伦理的，应该参与进去吧？你全是一群技术的人，那你对齐的是技术啊。那关于一些道德伦理方面的东西，你怎么能保证你自己的就是正确的呢？或者你自己的这个方法思路就是符合这个人类发展的呢？这也是个问题。那我们再说一下这个薪资问题啊，薪资问题我看了，OpenAI 他们基本上关于这次超级对齐招聘的岗位，因为它是面向全世界的嘛，你直接在它官网上投简历就可以了。哇，基本上的工资都在40-50万美金一年起步。哎呀，就是说呀，而且我看了他的福利待遇还非常好啊，免费的牙医啊，什么眼科医生啊，三餐呐、这些什么，他们好像是有孩子的可以有20周的带薪休假，有点夸张啊。反正福利非常好，这里面我就突然间考，因为目前很多我们刚高考完嘛，有很多家长，因为我也接触过，他们在讨论这个报专业这个问题。其实我一直觉得计算机依然是非常非常好的专业，但是有些家长总认为，哎呀，这个东西会不会之前报的人太多了，已经被这个是不是有个饱和啦？包括这个人工智能出现了以后，将来会不会替代这些编程的人啊，或者学计算机语言的人呀？我以前也有这个想法，但是随着我不断的深入去了解啊，去推测这个行业这个发展，我恰恰认为计算机将来可能马上才要迎来它真正的高光时刻。那主要还是看你们的兴趣啊，如果你对这方面感兴趣的话，你到最后任何职业淘汰的都是那个行业里面最末端的人，
你在任何行业，如果你是那个中等的或者优秀的，基本上都不会被淘汰的。淘汰的永远是不进步的人，对吧？那么节目最后，我分享一个前几天我看的一个印度的一个记者采访的 OpenAI 的首席科学家以利亚，他就说了一个问题，这个记者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后人工时代啊，就人工智能如果高度发展的情况下，那我们人类究竟每天要干什么呀？要做什么工作呀？我们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呀？那么以利亚的回答，我感觉有点让我意外。他说他现在经常会跟 GPT 去进行一个对话，他把 GPT 看成一个智者，就是因为他封装了很多知识，他认为他看这个问题看每一个问题都有独到的见解，很通透，所以他经常跟 GPT 聊天，类似于他平常做的冥想的一个工作。然后他通过去跟 GPT 聊天，然后去反思自己啊，我们这个人类该何去何从。我听到这个信息，我可能跟别人的反应不一样啊，我突然感觉就有些毛骨悚然。就我认为，如果你这个对齐工作将来没做好的话，那如果这个人工智能真的有意识的话，那它会不会从思想意识上就会去控制某一些人，帮他达到这些目的呀？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人工智能会不会 PUA 人类呀？他通过假扮智者，每天跟你聊天，然后不断的给你洗脑，让你去帮他达成什么目的？就你将来还想掐他电源，他可能有一些忠实的粉丝啊，就有可能像某个宗教组织一样，会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啊？而且往往啊，这个我认为啊，这被人工智能 PUA 的，往往第一批可能是非常顶尖的一些学者人才。啊，正经那些因为人工时代来临了以后，每天吃喝玩乐的人，可能被洗脑的几率还不是很大。所以说，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值得让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今天就是借着这个 OpenAI 这个公开信，跟大家简单聊两句。节目的最后，我想说啊，这个 OpenAI 当初成立的初衷。就是一群年轻人认为 Google 在人工智能的领域已经是一家独大的地位，他害怕 Google 将来垄断了这个行业，占领了人工智能的高点，掌握了所有的话语权。所以这群年轻人，包括当初的伊隆马斯克，就成立了这个 OpenAI 这个非盈利性的组织。其实他当时就是为了对抗 Google 的霸权的。所以在我的心里，他们扮演的就是屠龙的少年的角色。但是呢，纵观我们人类发展的历史，有太多屠龙的少年最终都变成了恶龙。我有的时候会去想，有可能这个就是世界发展的规律。要解决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就需要更多有这方面兴趣或者是有这方面能力的人参与到这个行业中来，更多的去了解这个行业真实的发展水平以及它未来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那么 AI 的对齐固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觉得人类的价值观是不是在某些基本的层面上也要去进行一些对齐？那如果一个人过分的追求名利的话，就像节目一开始说的，你就是要成为那个人上人。有这种想法的屠龙少年，那我觉得他将来大概率就会变成一条恶龙。好，今天随便跟大家聊两句。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请为我点赞关注。我是大岳，拜拜。